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山西的大山当中。今天来看一个悬空村。之前我们一般都说是悬崖村，这个在云贵川看到很多。那些悬崖村呢，是在山顶或是在半山腰，进出呢非常不方便。而山西大山里面这个悬空村呢，字面上的意思，我们一般理解是悬在半空当中。没错啊，这里确实有一部分呢是悬在半山腰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看一看这个独特的悬空村，它和云贵川的那些悬崖村有什么区别？村落就在这个崖壁上面，我们在这个下面能看到很多建筑呢是悬空的，应该是靠木头支撑。这个真的是悬空村呢。现在我们上去看一下，来这边的游客是真多，人山人海可以说，可能跟今天周末有关吧。反正暑假是人多，9月份之后人才会慢慢的减少了。站在这里看一下，下面那一层应该是栈道，常说的悬空步道，这明显看得出来，下面有柱子支撑着，然后上面一点呢就是房屋。这里是在山西忻州的宁武县，感觉有点像走进了太行山一样，到处都是悬崖绝壁，都是大山。去悬空村之前要经过一块平地，这里呢是叫做马蹄教场。从空中看的话像马蹄，所以说就叫这个名字。听到教场，大家都知道这里呢应该是古时候训练士兵的地方。正常来讲，这里就有2个说法，一个呢是在这个大山深处，以前呢有部队驻扎在这里；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他这个村寨的主人呢，当时是躲避灾荒、躲避战乱来到这个地方。那么在大山深处呢，碰到战乱时期会有土匪，那么这个村的村民呢，可能就自己组织起来练武训练，以便能够很好的守卫这个村子。那么为什么会在下面呢？因为这个村子是建在悬崖绝壁上面，上面建房屋都没有平地，那训练就更没有了，所以呢就在这个山脚下训练。所以说这个地方不管是以前有部队驻扎在这里，还是当地的村民自己组合起来在这里练武，它的防御功能都是非常重的。这个跟我们看到很多悬崖村、很多山寨建在山顶是一样的道理。哎呦，刚才爬了一下，挺累的，因为这里海拔比较高啊，2300多米，相当于是高原，所以走起来有点喘。现在呢，我们看完了这个马蹄教场，继续爬向山顶。刚才看到很多人在这里拍照，像他们也是一样的，因为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角度。大家再这样看看这个崖壁，这石头感觉也是一层一层上去的。从这边这样一直走上去，相当于是绕上去啊，跟我们平时看的一样，盘山公路差不多。不过走的话可能不用太久，它的崖壁垂直高度可能100多米。前方有一个池塘，叫做饮马池，是从绝壁下来的水。尽管现在看起来水不大呢，但是这个水啊，却是历经了无数年不息啊。这是上山的那个石栈道，估计呢也是这个地方被大家熟知成了景区，然后加以修缮的。我猜想以前进出的道路可没有这么好啊，在这些地方基本上是跟石头王国类似。站在我们这个位置看，这些完全是悬在半空当中，对不对？有点跟贵州的吊脚楼很相像啊。半山腰这里是一个瀑布，由于现在可能是夏天，水比较小，看不太出来。但是这里到了冬天的话，听说会出现冰瀑布、冰雕一样，因为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，到了9月底、10月份的话就会下雪。我刚刚听旁边的工作人员说，国庆之后这个景区呢基本上就关闭了。在这里看的非常明显呢，这上面这些栈道就是悬空的，上面是木头，下面呢也是木头，这个跟我们平时看的悬空栈道是一模一样的。很多景区啊，在崖壁上修建的也是这样。走了差不多10分钟，我们就来到了村子正式的入口了。这里看起来是跟一个山寨的入口差不多，算是易守难攻。为什么？这相当于是在崖壁上面开凿了一个小通道出来。这里在以前呢，应该算是整个村子唯一的通道。在这里明显看得到，入口旁边是用石头堆成的墙壁，到了上面这里，如果用木板把它盖住，
就完全把路口封住了，因为这里是带点防御性的，易守难攻。这个就跟我们看很多地道密道一样，在上面这里看更明显了。如果拿一块大的木板盖住，这个基本上任何人都上不来。过了那个洞口，继续往上爬才能到达村庄。到了这里，发现没有，这个楼梯又不一样了。这个就跟在很多地主大院里面1楼上2楼的楼梯一样，到了这里还没有到，还得爬1层。总共的话，这个路口这里呢，要爬3层才能到。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跟我们走寺庙的感觉类似啊？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村子里面了，石头、木头还有黄泥土，这个一起建造的房屋。哎，在这里一个有意思的，这里还有3轮车。那么这个村落应该是通公路的，我等一下问一下当地的村民。你看上面这个房屋还是那种黄泥土的。现在有道路上来吗？道路啊？因为看这个3轮车能上来。能的。哦，就是旁边那个路是吧？现在这个悬空村呢是有道路的，下面这边绕上来，就相当于是连接这个村落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没有道路，那这样就方便一点了。我现在走的就是这个村落的主干道，这里呢也是悬空栈道。它这个栈道跟我们平时走的那个悬崖栈道不一样啊，在其他很多景区走的那个悬崖栈道呢是用水泥铺成的，而这里呢全部是木头搭建的，一根根圆圆的木头。这木头有些还会动啊，缝隙很大。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个木头比较新，旁边呢比较旧，那就证明啊，这里呢是腐烂了，重新换了一些木头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木头呢是有一定年限的，它就随时得更换，因为这些算是日晒雨淋嘛，肯定是烂得比较快。这个还是比较宽敞的，我猜想呢，以前没有这个栈道的时候，道路就挨着悬崖边，很窄小，可能不到1米。因为看痕迹看得出来，这里有缝隙，就到这里，所以说以前的话走起来比较危险。那现在可能是开发成景区，那么这个地方呢就修得这么宽，让大家好走。你像我现在是站在这个栈道上面，看看旁边就是崖壁，尽管看起来不是太高，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栈道，摔下去也是挺危险，也可能会比较严重。那有了这个栈道了，就方便走了，而且大家站在这里看远处的话，也是非常不错。在悬空栈道前面呢，应该是农田，不过现在废弃了，明显看得出来，这是以前开凿的梯田痕迹啊。因为这属于山坡嘛，必须弄成梯田才能种植粮食。我估计以前种植土豆、玉米等等，不过呢，现在没人种了。这是由于啊，这个村落呢处在大山深处，很多年轻人呢，包括中年人都出去上班了，然后还有一些呢是举家搬迁了，因为这里毕竟还是比较偏远嘛，不太方便。你看周边都是连绵不绝的大山。我看了一下资料，这个村落呢现在剩下的人不多啊，可能才几十个人，而且都是老年人。那自然而然这些梯田的话就没人种了。我们现在上去看看，在这里呢还有菜园子，反正农村的土地啊都不会浪费了。这上面的房屋非常有意思啊。这个地方跟我上半年去的太行山那个岳家寨很相像，那里呢也算是一个悬崖村。这里现在应该是有一户人家居住，不过大门紧闭，应该是去哪里了？他这里还晒了很多东西。那这些木头很有可能就是刚才我们看到栈道上那些换下来的，你看已经腐烂的挺严重的。看看晒的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一种菇，大家知道吧？有点跟松茸很类似啊，我一下叫不出来。那这一种也是了。现在在农村时间少了，很多东西都忘记名字了。你像这个房屋也有一定年代感了，它也是经过修缮的。那边是用木头搭建的，连窗户都没有，估计现在是放杂物吧。然后这边用玻璃装起来了，估计这栋房屋也有70、80年的历史。在村头那里有一座庙，一般来到这种村落都有庙，北方南方都有，只是大小的问题。在山西呢，逢村建庙，
而且很多村落呢不止一座庙。我在一个小小的村落都见过5、6个的。在那个山坡上还看到很多羊，那些羊很厉害呀，你看已经爬到那个绝壁上面去了。在这个地方，其实悬空村呢共有3个，离得很近呢。我们现在看的是其中之一，都是建在悬崖绝壁之间。远望呢，好像空中楼阁，天上人间，真可谓是山上层层桃李花，云烟尽处是人家。村中的房屋皆因崖就势而建，村落呢东向西，民居呢南北向，面向连岩群峰，背靠险峻高山。整个村落呢呈一字形，100米高，近乎垂直，3层的民居镶嵌在崖壁之上，原始古朴，布局紧凑，错落有致。你看每座房屋基本上是建在山坡上。这条栈道就是整个村落的主干道，也可以说是唯一连接村落的通道。因为在房屋上面一条小的道路的话，它并不是连接着的，整体长度大概是300米。这些木头有些还是活动的，真的是很少看到这样的栈道，非常少见的。来到这个村落，看到很多人都晒了这种菇，我也不知道确切的名字那么可能都是他们在附近大山去采的，那应该是到了季节了。你们都是本地的吗？就是村里面。村子里面还多少人？现在有20多个。在这个村落遇到一位当地的村民，我们向他了解了一下情况，就是这位爷爷他已经73岁了，他姓王。他告诉我们，这个村落呢到现在差不多400年的历史，来历呢跟我们之前在云贵川看到的很多悬崖村、天坑村类似。之前那些村落之所以有人去居住，基本上是以前人们为了躲避战乱或者是逃难来到这些地方。你包括我们在太行山看到的岳家寨，是岳飞的后人，岳飞的儿子，当时为了躲避追杀，来到太行山深处定居下来。那么这个村落的祖先呢，他是跟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有关。明朝末年，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后，崇祯皇帝自杀而亡，这标志着明王朝灭亡了。尽管说崇祯皇帝去世了，但是崇祯皇帝的儿子并没有被杀，而是被崇祯皇帝那些手下将军拼死的护送出了北京城。其中崇祯皇帝的第4个儿子，他被一个姓王的将军还是仆人一路护送南下，最终来到山西这个大山里面，就是我们眼前待的这个地方。在这附近大概3公里处还有一个悬崖栈道，那里有记载那个姓王的以及崇祯皇帝儿子的故事。那其实这个跟岳家寨很像，在他们来到这个大山里面，就在这里定居，相当于是姓王的一家人在这里传承了差不多400年，20代人，然后变成如今这个模样。按照这位爷爷说的，这里人数最多的大概是150个人，但是现在只剩下20来个人，基本上都是老年人，年纪最大的大概是85岁，其他的人基本上是都搬出去了。这位爷爷还向我们介绍，在以前他们赶集的话，出去往返是25公里，要1天的时间，基本上是走的羊肠小道，后面道路修通了才方便。这其实就跟这个村落的环境有关，正是因为这里身处大山，那他们的祖先才会选择这个地方定居下来。在这里看到一些栈道比较窄小，那位爷爷告诉我们，这个是以前的栈道，明显看得出来有点年代感了，现在开发成旅游了，很多栈道才加宽了。我一开始以为这里最早时候没有栈道呢。现在快天黑了，这里看到一位老奶奶，现在准备回家，应该是要去做饭了。反正我现在来到这个村落，看到的都是老人，本村的年轻人基本上是都不在这边了。在这个村到处都能看到木头，可能他们现在做饭还是用木头柴火灶。这里的房屋都具有年代感了。本来想找刚才那位奶奶说几句话的，但是她说的我听不太懂，没法交流。这个悬空村不大，很快就逛完了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个村落的房屋都是临着悬崖而建，场景非常让人惊叹基本上是靠木棍支撑着。差点忘记了，他这个村落门票是60，停车费是10块，综合算起来的话还是偏贵一点点，性价比不是太高。到这里这个悬空村我们就看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